江苏渔民为何会得到国家的重奖？他们从海底捞起的水鬼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有何威胁？中国渔民又为何成为美军的心头大患？有一句话叫做“国防安全，全民有责”，士兵可以用手中的枪保家卫国，那么作为普通人又能为国家安全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少中国渔民可以回答。他们通过捞水鬼，不仅可以为国防安全做贡献，还能发家致富。因此，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在1月17号，江苏省召开的沿海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专项表彰奖励大会上，11名渔民及5名相关人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据获悉，这些渔民都曾打捞上来过水鬼，并将其上交给国家。当然，这个水鬼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境外间谍潜航器的外号。据获悉，在2020年的时候，江苏渔民在捕鱼途中先后捞出了10个可疑的水下装置。得益于政府的多年的宣传，渔民们将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给了当地政府。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这些水下装置是由他国建造的。为啥他国的水下装置会出现在中国海岸呢？这自然不是不小心飘过来的。这些水下装置具备水下调查、识别、窃密等功能，也就是间谍潜航器。这种装置能收集沿海的水文信息，并且也能收集路过船只与潜艇的声纹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在战争状态下，就会变得极具危害性。因此，这些间谍潜航器被称为水鬼。类似的事件也早就不是个例了。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光是江苏省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举行过4次这样的表彰大会了。先后数十名渔民受到了表彰以及丰厚的物质奖励，以至于当地人传言捞水鬼捞出1个奖10万，政府还给1套房。能得表彰还有奖，这种好事儿谁不想？于是乎，中国渔民对于捞水鬼一事很是热衷，以至于网络上的段子称，美国人会在自己的船舷处打上“声纳无铜，捞走无用”横幅来告知中国渔民。根据军事专家的解释，中国渔民打捞上来的水下无人潜航器，主要便是利用声呐对海底进行测绘，是高智能的产品。这些潜航器外形有些类似于鱼雷，有时也被称之为水下机器人。实际上，近年来各国都有研发类似的水下无人潜航器作为科研设备。无人潜航器可用作为海底资源探测、深海探测、救生、海水雷、铺设海底电缆等工作。中国的无人潜航器也曾在马里亚纳海沟创下过10000米潜水记录。但是间谍型潜航器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前面也提到，这些潜航器主要就是收集特定海域水文与舰艇信息。收集这些信息有何目的，自然不言而喻。而美国则是研制间谍型潜航器的佼佼者。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一直主张利用海底空间来针对自己的对手。过去，美国为了收集苏联核潜艇的情报，在海底秘密建立了苏萨斯系统和考格萨斯系统，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底声纳系统。其中，苏萨斯系统部署在大西洋，而考格萨斯系统部署在太平洋。而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自主行动的间谍潜航器也取代海底声纳系统，成为美国在海底监视他国的首选。根据公开的情报，美军专用于水下监听的无人潜航器，其下水深度已经突破1000米，比一般的潜艇要深得多，隐蔽性极强。近年来，美国也一直在这个领域投入很大。据获悉，到如今，美国海军可能将拥有多达4000套无人潜航器。不仅如此，五角大楼还把无人舰队作战模式引入到未来海战体系中。美国已经着手研发下一代无人潜航器。这种无人潜航器将不仅充当海底侦察兵，甚至能携带武器参与作战。美军希望利用无人舰艇与无人潜航器主导未来海战。除了美国，像日本、英国等每年也投入超过10亿美元在无人潜航器的研究上。而且有分析认为，作为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的无人潜航器具有信息互通性。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自然不能无动于衷。长期以来，海上反间谍工作都是中国针对的重点。毕竟对于中国而言，海防便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而海底的情况既隐蔽又危险，中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一方面，中国在沿岸与海底建立雷达声纳监控系统，以捕捉海底诡异的动向。此前，中船工业利用北斗导航系统成功实现了水下精确定位试验。
北斗卫星、北斗导航可以协助潜航器或者潜艇实现海底定位，还能将水下设备的跟踪和定位信息及时发送到岸基和地面站，一旦有可疑装置接近，能被第一时间察觉到。另一方面，除了官方的力量，中国渔民也早就动员起来，并且对美国人的伤害性极大。中国渔民一战成名，还是在无暇号事件上。2009年的时候，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在西沙附近海域徘徊，当即引起了在附近打鱼的渔民注意。在向有关部门报道情况后，相关部门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这艘船很可能就是美国人的间谍船，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那艘船的真身，不好直接出动军舰驶离。于是乎，中国的渔政部门当即组织了5艘渔船前去现场。在中国渔船靠近可疑船之后，中国渔船通过广播发出驱离警示，但可疑船上的人一看来的是小吨位的渔船，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不仅没有撤离，反而用水炮攻击甲板上的渔民，而此举也彻底激怒了中国渔民。一艘编号为琼三亚8399的渔船迎着水炮直接向那艘船冲去，吓得可疑船只立马移动。船上人员也用广播表示，只要中国渔船不做过激的举动，他们愿意离开现场。事后，中国外交部立马向美方发出质问，而面对压力，美方也承认那艘可疑船是美军最先进的间谍侦察船无暇号。无暇号事件让五角大楼认识到中国渔民的威力，再加上近年来其在中国海岸投放的间谍潜航器屡屡落在中国渔民手中，于是乎五角大楼也将中国渔民视为眼中钉。而为了针对中国渔民，美国政府也使出了自己的手段。2020年的时候，美国媒体突然造势，先是把中国数百条渔船躲进海港避台风的照片说成中国政府正在组织第三支力量，利用渔船与渔民在南海破坏地区规矩。紧接着，美国海军法律专家表示，中国将上万渔民打造成海上民兵，并且提议中国的海上民兵应该成为美军的攻击目标。不久之后，美国政府出台法案，称有些国家的渔民在大海过度捕捞，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出于维护海洋环境的考虑，美国政府将授权海军与海警船到国际水域，甚至是他国专属经济海域执法，抓捕这些破坏规矩的渔民。不久之后，就有新闻爆出美军舰扣押中国渔船。很显然，美国人打着环保的旗号，开始针对中国的渔民与渔业资源。讽刺的是，同一时期，日本宣布将福岛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水直接排入大海，而美国政府竟表示支持与感谢。可见，什么维护海洋环境，压根儿就不是美国人的目的。当然，也别忘了，冷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污染海水的力度相比日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